手指沿着屏幕底部从左向右或从右向左横滑并停顿，就可以进入单手模式。点击小屏幕以外的区域，即可退出单手模式。熄屏或锁屏状态下，并且在手机没有播放音频的时候，双击音量下键可以选择启动相机，启动相机并拍照，打开或关闭手电筒。除了常规的同时按住音量下键和电源键截屏外， MagicOS 可以双击指关节截全屏，指关节单击画圈局部截屏，指关节单击画 S 长截屏。三指下滑可以选择截全屏，也可以选择全局收藏，会将网页、视频、文档、图片等保存在本地。指关节单击画 C 可以进入全屏批注模式，完成后可以临时保存，但全局批注工具栏依然存在，可以继续全局批注。完成所有批注后，可以直接分享给他人，或者在本地保存成不同文件。双指关节双击可以开始或停止录屏，录屏时默认录制系统声音，可以选择是否开启麦克风，是否显示触摸操作，但是录屏视频文件的分辨率远远小于手机屏幕的分辨率，而且无法选择帧率、码率这些参数。可以开启应用内容拖拽，将一些不支持文字、图片等内容拖拽的第三方应用强行支持拖拽，便于使用任意门和收藏空间功能。任意门可以理解为将一个应用上的信息快速用其他应用上的某个功能打开，有点类似于电脑上的右键菜单。长按文字、图片、截屏时的缩略图、截屏编辑界面图片、选中的视频后的内容等，向屏幕左侧或右侧拖动，即可触发任意门。任意门可以将拖动的信息传送到可能需要的应用功能中。任意门可以自定义5个置顶功能，如果不自定义，系统会自动推荐。传送完毕后，结果会以小窗的形式打开，方便预览和操作。收藏空间有点类似于 Windows 上的全局剪贴板，打开显示来自全局收藏的内容。三指下滑后，如果选择全局收藏，全局收藏的内容会直接出现在收藏空间。打开拖拽时启动收藏空间，可以在拖拽文字、图片时自动打开收藏空间。如果同时打开任意门，收藏空间就不会自动打开，但是可以把收藏空间添加在任意门里，达到同样的效果。打开剪贴板，可以将复制或剪切的文字自动保存在收藏空间，最多可以显示最近的50条。从侧边栏或者任意门里都可以打开收藏空间侧边栏。点击侧边栏以外区域，可以将侧边栏隐藏成白条，悬挂在屏幕左右两侧。点击白条也可以进入收藏空间侧边栏，拖动白条可以调换左右位置或者退出。可以将收藏空间侧边栏中的收藏内容直接拖动到应用中使用，如果打开了任意门，也可以拖动到任意门中使用。使用之后，收藏内容并不会消失。点击右上方3个点，选择剪贴板，即可查看自己复制或剪切的文字。长按任意一个收藏内容，或者点击右上方3个点，选择多选，即可调出多选窗口。选择需要的收藏内容后，可以导出，也可以删除、分组、移动。点击收藏空间右上方3个点，或者搜索收藏空间，即可进入全屏收藏空间。在这里可以搜索需要的收藏内容，也可以通过筛选查找收藏内容。如果打开内容都是被分享，就可以在手机、电脑、平板上跨设备使用收藏内容。打开相机应用，点击左上角图标，可以进入智慧视觉，默认为智能识别，还有实物、智能构图、文字提取、扫码、翻译、文档扫描、卡证扫描、试卷还原等功能。如果打开智慧感知中的智慧识码功能，在解锁手机的前提下，将手机前置摄像头直接怼向二维码，可以直接识别。默认的支付方式可以手动选择。双指按压屏幕，可以对屏幕中所有的图片和文字进行识别。点击右下方识别按钮，可以隐藏或开启识别结果及其工具。点击右上角可以关闭视频。如果屏幕中出现今天、明天等有关时间的文字，可以在日历中添加日程。
如果屏幕中有图片，可以识别图片中的物品信息，可以将图片的主体从背影中抠出来。当然，有时候抠图的效果并不完美。抠好的图可以保存在本地，分享给别人，拖动到收藏空间或者任意门中使用。如果屏幕中有文字，不管文字是文本还是在图片中，都可以直接识别。识别后可以复制文字、翻译文字、分享文字、搜索文字，也可以将选中的文字拖动到收藏空间或者任意门中使用。而全屏翻译功能可以对屏幕中的所有文字进行翻译，支持的语言共有10种。点击屏幕可以切换原文与译文，它们都可以直接复制，也可以滚动翻译，继续翻译没有识别到的文字。